林辉的1号渔船以及2号渔船鸣响汽笛，率先离开码头。咱们跟着林辉的渔船，他去哪片海域，咱们就去哪片海域。还有，别跟得太近。船长，咱们难道不去计划好的海域捕鱼吗？照我说的做就行了，哪那么多废话？赶紧的，等会林辉他们都走远了。记住，我是船长，以后必须听我的。昨天还说要灵活变通，今天就必须听你的。在你手下干活真累人。春藤闻言上去就是一个脑拍。再敢顶嘴，信不信我让腾哥扣你工资？别，听你的还不行吗？驾驶员驾驶着渔船驶离码头，跟在林辉的1号渔船后面缓缓行驶。春藤露出一抹冷笑，这场海上烟花，我必须要亲眼见证到。林辉靠在围栏上，看着后面跟着的渔船，嘴角微微上扬。春藤跟着我的渔船，肯定是想看好戏，但是他肯定想不到，他自己才是好戏本身。很快抵达了目标海域，而后面春藤的渔船依旧如跟屁虫一样跟着过来了。老大，春藤他们干什么？为啥一直跟着咱们的渔船？林辉看了眼系统面板，发现当天气运已经开始增长后，先别管那么多，咱们正常捕鱼，一会还有好戏看呢。此话一出，田勇挠了挠脑袋，什么好戏？一会你就知道了。田勇半信半疑的点头，随后开始正常下网捕鱼。春藤站在甲板上，拿着望远镜关注着林辉渔船的情况。奇怪，都行驶一路了，林辉的渔船怎么还没有自燃？他清楚的知道那节老旧的线路基本报废。难道林辉已经发现了老旧线路，并更换了新的线路？想了想，春藤摇了摇头，不可能，那个位置非常隐蔽，就算是检修渔船的老师傅都无法发现，更何况林辉那头蠢猪。再等等吧。一转眼都中午了，太阳高挂头顶，春藤晒得直冒汗。春藤诧异的挠了挠脑袋，难道林辉的运气就这么好？昨天老化的线路没有自燃也就算了，怎么今天也……他百思不得其解。2名船员走过来，提醒道：“船长，咱们再这么等下去，今天也要空手而归。”是啊，昨天咱们已经被腾哥骂了，今天要是再空手而归，可能就要扣工资了。船长，这么等下去是没有意义的。春藤忍不住哆嗦了一下。好吧，咱们现在开始正常捕鱼。船员闻言深深的松了口气，随后去进行各自的工作。林辉，算你小子今天运气好，你躲得了初1，躲不过15。你的这艘渔船早晚是要自燃的，你这条小命也是要早晚要丢的。可他话音刚落，就有1名船员连滚带爬的跑了过来。船长，不好了！凡事要做到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，这样才能成大事。有什么事慢慢说。咱们驾驶室不知道怎么的开始了自燃。春藤惊得跳了起来。什么？咱们的渔船怎么会自燃？说完，他连忙跑进驾驶室内。不远处，林辉打开系统面板后，见当天气运值下降。田勇停船吧，咱们准备收网。林辉转身看到远处，春藤的渔船正燃烧起大火。看来我的计划成功了，也不知道春藤此时是什么表情。田勇也看见了春藤的渔船起火。春藤，他们的渔船怎么起火了？我之前就说过，像春藤这种坏事做尽的人，迟早遭报应。看来现在我说过的话应验了。老大，咱们要不要帮助春藤？春藤那小子活该，咱们为什么要帮？好了，咱们正常收网，别让春藤的事情影响咱们。田勇2人点了点头，随后开始正常收网。很快，第1张渔网就被收上渔船。这是马鲑鱼，这种鱼体型扁长，身体表面有红色光晕。现在马鲑鱼可不便宜啊，品质不好的都能卖到2万樱花币1斤，而咱们捕捞到的马鲑鱼品质要更高，肯定能够卖上更高的价格。林辉笑着点了点头。好了，加速收剩下的几张渔网。剩下的2张渔网也被收上渔船，毫无意外，依旧是满满的马鲑鱼。老大，咱们今天收获颇丰，是不是可以返回码头了？不着急，这次出海除了捕鱼之外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那就是布置大地笼。田勇，你驾驶渔船，咱们在这附近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。田勇点了点头，随后林辉开始在附近海域寻找合适的位置。春藤等人穿着救生衣漂浮在水面上，随后远离自燃的渔船。该死，自己怎么就这么倒霉呢？昨天遇到鲨鱼袭击渔网，今天渔船自燃，我这是什么逆天运气？春藤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这下全完了。腾哥那么信任我，将渔船托付给我，可这才几天过去，渔船就沉了，回去该怎么向腾哥交代啊？老大，现在渔船彻底废了，咱们该怎么回去啊？春藤朝四周看去，很快就看到了远处正在寻找合适位置下地笼的1号渔船。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林辉能不能救咱们了。田勇、田强，咱们就在这个位置下第一个地笼。随着渔船的缓慢行驶，大地笼被下放到深海里。林辉将这3张地笼
布置在不同的位置。主人，主人，系统面板突然出现在林辉的眼前，朝海面一看，只见大白正在渔船旁边。大白，我的3个地笼就布置在这片海域内，你帮我看着点，尽量别让其他动物或者人进行破坏。放心吧，主人，想破坏地笼，那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林辉欣慰地笑了笑。当然，保护地笼安全的前提是先保证自身的安全。放心吧，主人，这片海域还没有谁对我有威胁。海洋里的威胁倒还好，主要提防人类。两者简单聊了几句后，大白离开。现在地笼已经布置完毕，田勇启动渔船，咱们返回码头。田勇点了点头，随后进入驾驶室，启动渔船朝码头驶去。也不知道这次出海能获得多少的金币。随后打开系统面板，这次出海基础气运再次增长，金币也重新增长到了600。要不了多久，我就能够升级海洋之眼了。林辉吹着口哨，心情非常的舒畅。而就在这时，林辉，林辉，不远处浸泡在大海内的春藤几人正在高喊林辉的名字。林辉起身看去，一脸玩味道：“原来是春藤啊！你们这是怎么了？这么狼狈？”我们的渔船发生自燃，现在已经沉入了海底。林辉，我知道咱们的关系非常一般，但现在人命关天，你能不能救我们上船？打住！别道德绑架我！你们的命跟我可没有关系。春藤闻言立马改口：“你说的都对，只要能救我们上船，我们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。你们能付出什么？说来听听。要是能够打动我的话，我说不定会救你们上船。”春藤几人闻言看到了希望。林辉，这样吧，你如果能将我们几人救上船，我愿意出钱，等回去再让我老爹送你一艘快艇，你看怎么样？林辉大哥，救救我们吧！你提出什么条件都行，我要是能够平安回去，肯定让我妹嫁给你。林辉闻言冷哼一声，春藤几人心里咯噔一下，像是漏跳了一拍。那你开个条件吧，我们几人会尽量满足。林辉闻言一摆手：“不用再多说了，春藤，我之前就说过，像你这种手段肮脏的人，迟早遭报应。还有一个藤山月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背后肮脏的手段。”此话一出，春藤背后发凉，看来林辉已经知道渔船的秘密了。这次倒霉的是你春藤，下次倒霉的就是他藤山月。春藤，你今天要是能够活着回去，就将这句话转告给藤山月。春藤还想开口说什么，田勇，咱们走，就让春藤这些人自生自灭去吧。田勇点了点头，随后启动渔船，缓缓离开这片海域。哎，林辉，你听我说。可林辉的渔船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看着渐行渐远的渔船，林辉，你好样的，给你台阶都不下，真是嚣张！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没完。船员一个个虽然还漂浮在水面上，一艘同溪村的小渔船发现了春藤他们几个。这不是春藤吗？他们这是怎么了？快把他们救上来！船长将他们几人救上船。春藤咬牙切齿道：“林辉，这件事咱们没完，我定要你100倍奉还。”春藤露出一抹冷笑：“林辉，既然你这次不出手相助，那也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”林辉几人很快就要抵达码头了。老大，咱们没救春藤他们不会出事吧？放心吧，他们落水的那片海域属于一处交通枢纽，不少远行的渔船都会经过那里，他们肯定会得救。而且像春藤那种人有今天的遭遇，纯属活该。田强挠了挠头：“我只是害怕出了事，牵扯到咱们。救人是情分，不就是本分？春藤他们怎么样，跟咱们没有关系。”田强两人点了点头。很快，渔船就返回了码头。你们快看，是林辉的2艘渔船，不知道他们今天能有什么收获，等一会看看就知道了。今天海鲜运输车提前抵达码头，不一会，几名船员已经将所有的海货全都运送到运输车上，随后进行称重。这是马鲑鱼，这种鱼的价格非常高，虽然还算常见，但每年还是供不应求。没想到林辉今天还能够有这么多的海货，所有海货加在一起的重量将近3000斤。老大，渔船已经检查完了，你们都回去吧，明天还是6点集合，别迟到。随后船员们纷纷离开，林辉拿着几条马鲑鱼也回了家。春藤以及几名船员从渔船上下来。春藤，这次我救了你们，你看你平时是不是也能在藤山月面前提我2句？春藤听到藤山月这个名字就有些难受。放心吧，我想起来会说的。那可就太好了，麻烦你了。说完，船长便离开了。春藤闻言心里冷哼，他自己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藤山月，哪还有功夫提点别人？船长，咱们虽然得救，但渔船没了，现在怎么办啊？你们先回家吧，后续怎么办，我会打电话通知你们的。船员们闻言各回各家，各找个妈。春藤也带着沉重的心情回了家。这是怎么了？愁眉苦脸的。春藤叹了口气，将今天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。为啥林辉那小子运气那么好，而我的运气这么差？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？黑藤听完也是直皱眉头。
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，问题是渔船沉了。林辉1号渔船的问题也被他发现，咱们该怎么向藤山月解释这件事？搞不好藤山月可能会停止与咱们合作。那咱们怎么办啊，爹？这件事闹得太大，瞒不过去。依我看，你还是给藤山月打个电话，把这件事跟他说了，后面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春藤点了点头，给藤山月打了个电话。怎么了，春藤？今天的海货怎么还没有送到公司？别告诉我你们今天又空手而归。春藤战战兢兢地将今天发生的事讲了一遍。腾哥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渔船会发生自燃，但是腾哥，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肯定能够将功补过。电话那头传来什么东西被摔碎的声音。你们这群废物东西，让你看着林辉的渔船是否自燃，结果人家的渔船没事，咱们的渔船没了，你还好意思说给你一个机会？电话那头的藤山月骂了好一会，才渐渐消气。黑藤接过电话，开口道：腾哥，春藤他还小，的确有很多事做得不好，但这其实都是林辉那小子太滑头，不能因为这个人而使得咱们之间的关系破裂啊。是啊，滕老板，不能让敌人破坏咱们的关系。而且林辉让我给你带句话，说这次倒霉的是我，下次倒霉的就是腾哥你，这不摆明了威胁腾哥吗？林辉这小子太嚣张了，必须好好教育一顿才行。那你们该怎么教育林辉那小子？这个就交给我们吧，你就等着好消息就行了。这次我可以原谅春藤的过错，不过还是要扣他的钱。扣，当然要扣，也要给春藤这小子一个记性。眼下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。随后春藤父子又给藤山月说了好几句好话。这样，我明天再给你运送过去一艘小型渔船，要是再出事，春藤你就可以滚蛋了。好的，腾哥，我肯定不会再辜负你的期望了。随后他这才挂断电话。春藤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。爹，现在藤山月那边稳住了，林辉那边咱们该怎么报复？对付那小子不着急，咱们要像钝刀割肉一样，一点点折磨他，让他生不如死。我今天看见林辉在深海区布置了几个大地笼，咱们正好可以将那几个大地笼破坏。黑藤点了点头。那行，这件事就交给你，你准备一下，争取这2天晚上采取行动。林辉这些日子与优亚母女走得越来越近了。既然优亚母女已经成了他最亲近的人，那我就要对他最亲近的人下手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黑藤闻言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抹神秘的笑容。阳光明媚，万里无云，林辉就来到码头。检查完渔船就正常出海吧。刚准备出海，就看到了一个熟人。春藤，很高兴还能见到你。春藤闻言一回头，在见到是林辉后，表情一变。林辉，你不用跟我冷嘲热讽，像你这种见死不救的人，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你怎么还道德绑架上了？而且你的渔船不是都沉了吗？还来码头干嘛？藤山月是不是已经将你抛弃了？春藤冷哼一声，不好意思，我跟腾哥之间正常合作，而且一会新派来的渔船马上就到。我这次来码头就是为了签收渔船，明天就能够正常出海。林辉摆了摆手，人不行，更换多少艘渔船照样不行。林辉，你别高兴得太早，我很想看看你出海回来后还能不能这么嚣张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走。林辉眉头一皱，一旁的田勇上前道：老大，春藤这明显话里有话。林辉点了点头。春藤这小畜生又在想什么坏点子？算了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走，田勇，咱们出海。田勇驾驶着渔船朝目标海域驶去。林辉打开系统面板，见当天气运值已经增长。田强，开始捕鱼。渔船开始在这片海域行驶捕鱼，一直到下午的时候，当天气运开始下降。田勇，停船吧，准备收网。渔船缓缓停稳，很快，第一张渔网就被收上渔船。这是后海鳌虾。这种虾头为橙色，而身体表面的外壳则是呈现白色。这就是后海鳌虾。之前就听说这种虾是非常出名的刺身，而且价格非常的昂贵。好了，抓紧时间将剩下的几张渔网收上来。剩下的2张渔网也就被收了上来，依旧是满满的后海鳌虾。又是收获颇丰的一天啊！田勇，咱们返回码头吧。田勇驾驶渔船开始返回码头。林辉站在船头，打开系统面板。林辉现在有些犯难，我是继续攒着这些金币，留着升级海洋之眼，还是再兑换几张渔网与大地笼？想了一会，最终决定等明天收地笼的时候看看收获吧。没过一会，渔船就抵达了码头。一切按部就班，现在船员们之间配合的也越来越默契。总共捕捞到了3000多斤的后海鳌虾，全部都运送到了运输车上。主人，
主人，今天出海有什么收获？林辉一转头，发现痞老板正站在他的脚边，蹲下身将痞老板放在手心中。下一秒，一个同村的老头从旁边路过。林辉，你出海回来了，你赶紧回家看看吧。优美跟优亚出事了。怎么回事？我刚才路过优美家，见到2个大汉冲了进去，没一会就传来了争吵的声音。林辉闻言，把痞老板放在了地上，刚跑了出去，可又停了下来。痞老板，把你兄弟叫上来我家。说完，林辉飞快离开。老头看着林辉的背影，忍不住开口道：林辉这小子是糊涂了，怎么在跟一只海蟑螂说话？原本温馨的小家被打砸得一团糟。林辉，你终于来了。小辉哥回来，肯定能解决那2头大肥猪。在听说家里出事后，他急急忙忙地赶过来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打砸优美的家？只因你们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我们也是拿钱办事，就别怪我们手下无情了。他一撇头，老大，咱们上。2个大汉朝林辉冲了过去。林辉，小心啦！此时林辉跟2个壮汉已经扭打在了一起。哈哈，我有兄弟在，今天必须把你打到满地找牙。林辉愣了一下，随后嘴角微微上扬。就你有兄弟，我没有。你的兄弟在哪？我怎么没看见？我看你是被打傻了，开始说胡话了。话音刚落，只见在林辉的身后，一大批密密麻麻的东西突然出现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好像是海蟑螂，这么多，管他呢，先教训林辉。还不等他出手，只见密密麻麻的海蟑螂直接快速爬到了他们的身上，彻底将2名壮汉包裹起来。海蟑螂在2名壮汉的身上不断叮咬，导致他们疼得满地打滚，发出杀猪般的惨叫。呼，还好痞老板来得及时，不然这2个大胖子还真有些难搞。优美跟优亚母子俩捂着小嘴，惊讶地看着被海蟑螂叮咬的2名壮汉。天哪，这些海蟑螂竟然全都在叮咬那2个胖子！肯定是这2人坏事做尽，连海蟑螂都看不下去了，特意借此机会来报复。林辉缓步走了过来。小辉哥，还好你及时回来了，不然……好了，事情都过去了。梅姐，你受伤了。这2个畜生不仅将我打伤，还破坏了房子。小辉，你说咱们都不认识他们，他们为啥要这样做？林辉闻言眉头一皱，大概率是春藤他们干的。为什么这样讲？林辉将早上的事情讲述了一遍。而且上次他落水，我没有救他，春藤几人被大白折磨得不轻，他肯定怀恨在心，所以才找来2个大汉，想要报复咱们。优亚，你先带着优美去村里的诊所，简单处理一下伤口，顺便报个警。走吧，妈。小辉，你身上也有擦伤，要不跟我一起去诊所吧？我这点伤不算什么。2人走后，林辉开口道：痞老板，这次干得漂亮，增援的非常及时。站在地上的痞老板用小爪子挠了挠头。主人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你先让你的族人停下来，我问他们一些事情。下一秒，大批的海蟑螂从2名壮汉的身上退去。是谁让你们2个过来的？哼，我们还是很有职业操守的，不可能将黑藤的名字告诉你。此话一出，他意识到自己好像说错话了，立马闭嘴。这是你说的？你知道了又怎样？实话告诉你，就是黑藤让我们来的。不过这里只有你一个人，就算被请去喝茶，我不承认，你能拿我怎样？我知道是谁就行了，需要该怎么处罚你们，叔叔说的算。不一会，叔叔过来了，将2名壮汉带走。林辉回到房间，给王颖打了个电话。怎么了，林辉？林辉将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。王颖诧异道：还有这事？我已经知道是黑藤干的，但后续的问题就麻烦你看着点，毕竟我明天还要正常出海，没时间处理这些烂事。放心吧，林辉，那2名壮汉肯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说完，他率先挂断了电话。优美跟优亚已经处理完伤口回来。林辉，什么情况？那边我让一个朋友帮忙盯着，放心，那2名壮汉肯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，包括补偿，咱们也会得到。总之后续的问题你不用操心了。优美微微颔首。现在家里一片狼藉，你后续打算怎么办？我打算明天去码头找几个人收拾一下，1天差不多就能恢复原样。不过今晚就只能凑合一下了。优亚跑了过来。小辉哥，我给你简单处理一下伤口吧。林辉只是脸与身体上略有擦伤。好，谢谢。一直到晚上8点，才将客厅与2人的卧室简单的收拾了出来。你们明天在家要是害怕，就跟我一起出海，家这边我找人过来维修。优美摇了摇头。今天来的2个壮汉都被请进去喝茶，黑藤短时间内应该不敢再犯，况且有码头的人在，也不怕有人敢做些什么。这样也好，不过在家遇到什么事，提前给我打电话。
一旁的优亚突然试探性地问道：“妈，明天我能不能跟小辉哥出海？”优美迟疑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反正你留在家也没什么用，那你明天就跟林辉一起出海吧。太好了，又可以和小辉哥一起出海了。就在这时，如果明天的路你不知该往哪儿，林辉的手机突然响了。我去接个电话。林辉，我这边的事情基本解决了，那2名壮汉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不仅会被监禁，还要赔偿一笔巨款。林辉点了点头，对于这个结果，他还是比较满意的。那他们背后的人呢？将没将黑藤供出来？电话那头的王颖叹了口气，很可惜，这2名壮汉的嘴非常硬，说自己是见色起意，甘愿受到任何的惩罚，丝毫没提黑藤。这2名壮汉还挺有职业操守。虽然那2人没有承认，但也基本能确定就是黑藤密谋干的。我估计黑藤应该出了不少钱，足以看出黑藤有多怨恨你。你今后可要小心，这种人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。我也纳闷了，自己跟黑藤之间的矛盾怎么就闹得这么大了？他起初对黑藤的印象还行，但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赔偿应该明天就能打到优美的账户上。那好了，该说的我都说了。还有，以后你能不能低调点，别再让我操心了。我也想低调，但实力不允许啊。有些人主动找我麻烦，那就别怪我更有力的回击了。对了，你这2天运送过来的海货品质都很高，都是以1000软妹币左右的价格贩卖出去的。王姐，什么时候开工资？电话那头的王颖迟疑了一下，过几天等财务部整理完账单，就把钱给你转过去。林辉闻言心中一喜，虽然王颖要分走30%，但还是有几百万软妹币了。这一瞬间，他感觉之前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对了，王姐，明天我收地笼，收获到的海货肯定会更多。明天你多派来1辆海鲜运输车。闲聊几句后，林辉挂断电话，他重新回到客厅。我朋友那边来消息了。林辉将先前王颖的话一五一十地讲述了一遍。就是可惜那2个人的嘴太严，最终还是没有将黑藤给供出来。没事，这个结果已经很不错了。不行，像黑藤这种人，不给他一次深刻的教训，他是永远不会把守的。想了想，林辉又继续道：总之这件事没完，我一定会让黑藤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林辉，报复黑藤可以，但是千万别做出过激的事。放心吧，我会把握分寸的。林辉跟优亚很快就抵达了码头。老大，昨天的事我今早才在码头听说，你还有优亚家人都没事吧？老大，我们要是昨天知道这件事，我和我哥就冲过去了。林辉笑了笑，一点小事已经解决了，不过你们在村里以后也要小心黑藤。黑藤还是村长的时候，我就感觉这人不行，表面和蔼和亲，背地里下手最狠。林辉一摆手，结束这个话题。好了，检查渔船，然后正常出海。林辉、优亚与田家兄弟登上1号渔船。咱们今天任务更重，除了要出海捕鱼，还要去收地笼。你们今天可能要晚点回去。田强与田勇丝毫没有怨言，听从老大调遣。经过几天的相处，林辉也更加了解自己手下的这几名船员。你们跟着我好好干，等月底公司给你们开工资的时候，我单独给你们所有船员发奖金。田家兄弟闻言干劲十足。老大，咱们的渔船随时能够出海。好，咱们现在就出发。渔船很快就到达目标海域。林辉打开系统面板，见当天气运上涨。田勇，开始海捕吧。渔船开始在这片海域进行海捕，一直到下午的时候。田勇停船吧，开始收网。林辉跟优亚全都来到船头的位置，第1张渔网已经被收了上来。这是以下扇贝，这种扇贝体积非常的巨大。一旁的优亚从渔网内挑出一个，哇，这扇贝比我的脸还要大。这种扇贝不仅体积大，价格也非常的昂贵。林辉对此也略有耳闻，这种扇贝的价格肯定在1000软妹币1斤以上。别浪费时间，继续将剩下的2张渔网收上来。没一会，剩下2张渔网也被收上渔船，依旧是满满的一下扇贝。我最喜欢吃扇贝了，这么多的扇贝，要什么时候能吃完啊？等晚上咱们拿回去一些，让梅姐给咱们做。妈妈做的扇贝很好吃。现在扇贝已经被捕捞上来，接下来就要去收地笼了。田勇，咱们去收地笼。田勇回了驾驶室，开着渔船朝大地笼所在的位置驶去。林辉就来到了第1个大地笼所在的区域。小辉哥，你说这大地笼内能有什么收获啊？谁知道呢？先把地笼收上来再说。田强、田勇开始收大地笼，不一会，第1张大地笼就被收上渔船。这是黄油蟹，这么多。林辉在海丰村的时候就捕捞到过不少，这一网内就有400多斤的黄油蟹。这么多的黄油蟹，我之前只在电视上看到过。是啊，现在黄油蟹的价格非常昂贵，这么多的黄油蟹能卖好多钱吧？老大的运气真好，不仅海捕每天都能够捕捞到珍贵海货，
就连地龙也能收获这么多稀有的黄油蟹。要知道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，其次1次是运气，2次是运气，如果3次还是运气，那就有些说不过去了。油蟹的价格要更昂贵一些，估计在1500软妹币1斤左右。想到这里，林辉搓了搓手，傻笑道：“好多钱！”一旁的优亚拍了一下林辉：“小辉哥，你怎么了？”林辉这次回过神来，他清了清嗓子，继续开口：“好了，咱们继续前往剩下2个地龙所在的区域，看看剩下2个地龙能有什么收获。”闻言，田勇驾驶渔船前往下一个区域，到第2个目的地。田勇2人开始收地龙，第2张地龙也被收了上来，又是400多斤的黄油蟹。这2张渔网加在一起就是800斤的黄油蟹，那些海捕公司一次也不可能捕捞到这么多黄油蟹。优亚带着崇拜的目光看着林辉：“小辉哥好厉害！”别忘了，还有最后一个地龙呢。我敢说，最后一个地龙内肯定也有很多的收获。众人就驾船来到第3张渔网所在的位置，开始收地龙。第3张地龙也被收了上来，又是400多斤的黄油蟹。优亚拿出手机：“遇到凡事不要慌，我先拍照纪念一下，还是头一次见这么多黄油蟹呢。”他拍了很多的照片，满满的成就感。一次出海能够捕获到2种顶级的海货，真不容易。是啊，要不是跟着老大出海，这场面咱们可能一辈子见不到。黄油蟹算什么？我之前就捕捞过很多，你们只要一直跟我出海，肯定能见到更多珍贵的海货。好了，咱们开始返航。田勇驾驶着渔船开始返回码头，林辉站在船头，小声嘀咕道：“这次同时收获到2种海货，系统面板肯定会有巨大的变化。”他打开系统面板，这次不仅基础气运直接增长到了19000，金币也成功积攒到1600。这样我要不了多久就能够将海洋之眼升到2级了，也不知道海洋之眼达到2级能够解锁哪些能力。关闭了系统，林辉的1号渔船很快就抵达了码头。此时已经下午4点多，深竹的渔船早就回到了码头。林辉率先下船：“老大，我们渔船今天收获了很多的鱼虾扇贝，已经装进运输车了，不知道你们今天有啥收获？”跟你们一样，大量的鱼虾扇贝。此话一出，深竹忍不住吐槽道：“本以为自己的这次收获够好了，结果每次老大跟我们的收获都一样。”林辉笑了笑：“不只是海捕，这次出海，大地龙也有很多的收获。”老大，大地龙收获到了什么海货？林辉故作神秘道：“等会卸船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”这更让深竹好奇，大地龙究竟收获到什么海货？周围其他渔民也听到了2人的对话。你们听到没？林辉的1号船也收获了大量的鱼虾扇贝。真的假的？鱼虾扇贝那么珍贵？一会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还有大地龙，听林辉说也有很多收获。此时1号渔船下面聚集着不少的渔民，没一会，渔网被船员们运送下船。还真的是鱼虾扇贝这么多，看来林辉没有吹牛，这些鱼虾扇贝加起来能有1000多斤了。2艘渔船加在一起能有3000斤。船员们已经将所有的鱼虾扇贝全都运送到运输车上进行称重，不多不少，正好3000斤。林辉微微颔首，继续开口：“田强，你们去把地龙也运送下来。”大地龙就被运送下渔船，这再次引起渔民们的围观。这是黄油蟹，这么多，这3个大地龙捕捞的黄油蟹加起来超过1000斤了吧？没想到林辉的大地龙也能够有这么多的收获。在大多数人都在感叹的时候，站在人群中的春藤走到另一边，则是脸色难看。为啥林辉的运气这么好，每次出海都能有这么好的收获？下一秒，他露出一抹冷笑：“林辉，你高兴不了多久了？等今晚过后，我看你的大地龙还能有什么收获？”说完，春藤转身离开。而另一边，此次出海的所有海货全都装进海鲜运输车内。老大你好厉害，大地龙竟然捕捞到那么多的黄油蟹，我自愧不如。林辉笑了笑：“好了，大家检查完渔船就回去吧。优亚，咱们也该回去了，不知道家里收拾的怎么样了。”说完，2人便一起回了家。2人进入屋内后，发现优美正在厨房里忙活。你们回来了，先歇一会，晚饭马上就好。妈，这是我们今天捕捞到的鱼虾扇贝，正好当晚饭的食材。好，等我给你们做好吃的。对了，今天我去码头找了几个工人，把房子损坏的地方全都修好了。小辉的房间我也翻修了一下，还有今天赔偿的钱我也收到了。林辉点了点头：“梅姐，你安排就行。”凌晨12点，现在的码头非常漆黑，2道黑影朝码头走了过来。儿子，今晚的夜太黑，出海后千万小心，遇到任何情况就给我打电话。其中那一瘸一拐的身影正是黑藤。知道了，这次我肯定凯旋而归。春藤的手里拿着很多的工具，有大剪刀，还有一把匕首。这次我肯定将林辉的3个地龙全部破坏，让他感受一下当初我的处境。一旁的黑藤冷笑道：“
想想林辉发现地龙被破坏时的表情，一定非常的精彩。爹，我走了，我在码头等你。春藤驾驶着快艇朝林辉大地龙所在的海域驶去。林辉，你终究要为你的行动付出代价。春藤驾驶快艇成功抵达地龙所在的海域，找到第一个大地龙。这该死的天气，晚上伸手不见五指，害得我浪费了这么长时间。春藤说完，嘴角微微上扬。不过好在最后成功找到了大地龙。林辉，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吧。他先是打开头灯，随后拿出携带的大剪刀，将地龙拽上来一段距离后，用大剪刀开始破坏。尝试几次后，大地龙竟没有出现明显的损坏。奇怪，这大地龙怎么这么结实，竟然用剪刀都剪不断。春藤拿出带来的匕首，看来只能用匕首一点点磨了。就算这地龙是铁做的，我今天也要把它磨开。他刚要动手，一道沉闷的声音传来，同时快艇突然摇晃了几下，春藤呆愣在原地。怎么回事？他朝四周看去，整个海面非常平静。随后春藤又朝海面下看去，打了个激灵，他看到在海面下有一双眼睛竟然在盯着自己。什么鬼东西？该不会是我看错了吧？春藤揉了揉眼睛，继续朝水面探去。可就在下一秒，突然一个巨大的鲨鱼头破水而出，速度很快，而且非常的突然。春藤惨叫一声，还不等他做出身体上的反应，大白鲨就咬住了他的肩膀。随后春藤被一股巨力拖进了大海当中。黑藤焦急地来回踱步。这都2个小时过去了，春藤怎么还没回来？再过几个小时，天都要亮了。一道发动机的声音由远及近，黑藤闻言心中一喜，回来了。他朝大海看去，的确看到了快艇的影子，但并没有看到春藤。可当快艇直挺挺地冲到岸上，黑藤进入驾驶室，这才看到已经昏迷躺在快艇内的春藤。春藤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黑藤看着快艇内的景象都吓傻了，立即掏出手机给救援人员打电话。林辉带着优亚来到了码头。优亚，你先去渔船那边，我去小卖部买几瓶水。林辉来到小卖部，老板，给我拿2瓶甜水。老板进去拿水，此时正有几个妇女正唠着家常。我告诉你们个爆炸消息，听说春藤的腿折了，粉末性骨折。周围几个妇女狐疑开口：我昨天见春藤还好好的，腿怎么会折？还是粉末性骨折？是啊，因为点啥？好像是春藤凌晨出海的时候被鲨鱼袭击，这才导致受伤，不仅腿折了，肩膀也受了很严重的伤，现在正躺在医院里治疗呢。你说他好端端凌晨出海干嘛？谁知道呢？他也是倒霉被鲨鱼袭击，跟他爹一样，他们家这辈子怕是脱离不开鲨鱼的阴影了。对了，田婶，你听谁说的这件事？可信不？我早上4点去赶海的时候，正好碰到从医院回来的黑藤，我看他状态不对，就上去搭话，然后他亲自将这件事跟我说的。据说春藤要住院一段时间，黑藤今天会替春藤出海，都这样做了，肯定不是假的。周围几个妇女纷纷点头。小兄弟，你的甜水。老板叫了2声，林辉这才回过神来。老板，2瓶甜水多少钱？他付完钱后就走出了商店。春藤凌晨出海太可疑，肯定是带着其他目的出海。会不会是春藤想去破坏自己的地龙，结果没有成功，反而被大白咬伤，甚至是断腿？想到这里，叹了口气，忍不住感叹道：真是恶人活得久啊！林辉回到码头，黑藤真是冤家路窄啊！林辉没想到刚听说春藤的事，自己就在码头遭遇了黑藤。黑藤，听说你儿子春藤受伤了，真是活该啊！我之前都告诉过他，不要老在背后下黑手，迟早遭报应。看我的话应验了吧？黑藤的脸色非常难看。你小子少得意，而且我儿子的事情跟你无关。林辉闻言嘴角微微上扬，和我无关。春藤还不是要破坏我的地龙，最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他脸色变冷，继续开口：还有之前那2个壮汉也是你找的吧？黑藤闻言双眼瞪大，状若疯狂道：是我又怎样？你没有证据，那2个人不亲口把我说出去，你又有什么办法证明是我干的？你别急，咱们的仇怨慢慢算，我绝对加倍奉还。我也要告诉你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我就会不断的折磨你，让你生不如死。林辉冷哼一声：那就走着瞧，看咱们谁能斗得过谁。林辉说完直接离开，来到岸边找到了痞老板。主人有什么吩咐？你帮我把那艘渔船上的线路弄湿。他指着春藤的渔船道：包在我身上吧，主人。林辉的2号渔船上，申竹接了个电话：我有事离开一趟，马上就回来。船长都要出海了，你这个时候离开不好吧？申竹不耐烦道：反正林辉不还没回来吗？我就离开一会，马上就回来。说完他当即离开。申竹离开后来到了码头的一家早餐店内。
说吧，什么事？黑藤也不墨迹，拿出一节老化线路，开门见山道：我也不废话，你现在是林辉2号渔船的船长，你把这节线路安装到2号渔船上去，这样一来，今天出海后你们的渔船就会自燃。林辉现在是我老大，你就不怕我告密？黑藤笑了笑，这里又没有别人，你还跟我装什么？老船员，不用叫得那么亲切。他喝了口水，随后继续开口：是我可以帮你办，但要是2号渔船自燃，我肯定会承担责任，这个锅我可不想背。理由我都帮你想好了，之前藤山月在林辉的1号渔船上做过手脚，你这次将这根老化线路更换到2号渔船上去，发生自燃后，林辉听到是线路燃烧，肯定就会怀疑到藤山月的身上。深竹笑了笑：还是你了解我啊？我还不知道你眼里只有利益，没有朋友。我这人就这样，没法改，不然咱们当年也不会闹掰。深竹检查了一下协议，确定没问题后收了起来。藤山月为什么要给我背锅，然后还给你开出协议？如果可以让林辉损失1艘渔船，他甘愿背上这口黑锅，这是藤山月的原话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你就这么恨林辉？黑藤闻言怒目圆睁，我儿子以及我之所以现在落魄不堪，就是被他害的。总之事已至此，我跟他已经无法善罢甘休。他深呼吸了一会，心里的怒气这才降下来。你也不用为难，后续你怎么做跟我无关，咱们这次也只是交易，希望你能够顺利完成任务。走了，渔船那边马上就要出来了。黑藤闻言站了起来，嘴角微微上扬。我期待你的好消息。正所谓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。深竹这几年攒了些钱，打算买艘小渔船，跟山岳公司进行合作。看了眼手里老化受损的线路，眼神坚定，将线路装进自己的口袋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自己刚才的动作被刚从黑藤渔船下来的痞老板尽收眼底。怎么样，成功了吗？幸不辱命，完成任务。林辉闻言松了口气，这样一来，能再让藤山月损失1艘渔船。想到这里，嘴角微微上扬。主人，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。我回来的时候看到了那个深竹，他拿着一节老化破损的线路，登上主人的2号渔船，像是有什么心事一样。此话一出，林辉眉头一皱。你确定没看错？千真万确。林辉闻言陷入沉思，这个时间深竹应该在渔船上才对啊，他为什么要突然下船，还拿着一节破损的线路回来？抬头看去，发现黑藤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岸边，带领着船员们登上渔船。刚才黑藤也不在。他忽然一惊，随后开口道：痞老板，还要麻烦你一下，你带着族人今天跟着2号渔船出海，给我盯住深竹，看他拿着老化线路想干嘛。如果他将线路更换，那你就想办法换回来，等出海回来，咱们在这个地点集合。好的，主人。痞老板速度飞快，朝2号渔船跑去。如果真是我想的那样，那深竹这个人隐藏得很深啊。林辉登上自己的1号渔船。小辉哥，你买水怎么用了这么长时间？中间遇到个熟人，聊了几句，所以回来的晚了一些。说完，他看向田家兄弟。渔船检查完，咱们开始正常出海。田勇驾驶着渔船朝目标海域驶去。岸边还没有出海的黑藤站在船头，看着1号渔船远去，嘴角微微上扬。林辉也不知道，当你听到自己的2号渔船自燃时，会是一个什么反应。说完，他朝船员们开口：咱们也正常出海捕鱼。黑藤的渔船缓缓启动，驶离码头，可还没行驶出多远，驾驶台发出一声巨响，同时出现火光。怎么回事？他回头一看，只见驾驶室内正冒出滚滚黑烟，几名船员也从驾驶室内跑了出来。船长，驾驶室的操控台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了爆炸，现在已经开始起火。黑藤一阵头大，林辉的2号渔船还没传来自燃的消息，怎么自己的渔船反倒发生了爆炸？快，先把渔船发电总闸关闭，然后开始灭火。不得不说，黑藤出海经验非常丰富，即使渔船爆炸也丝毫不慌。船长，这渔船的火势已经控制不住了，咱们抓紧弃船逃跑吧。是啊，船长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黑藤现在的脸色非常难看，深深的叹了口气。都把救生衣穿上，咱们弃船。一转眼就到了下午，2号渔船驾驶室内，你们去收渔网吧。几名船员前往船尾的位置去收渔网。深竹将原本的线路拆卸下来，把口袋里老化破损的线路安装了上去，随后将一切恢复原样，松了口气，擦了擦额头上细腻的汗珠。一名船员突然走了进来：船长，你快去看看，咱们今天收获了非常珍贵的海货。是吗？我过去看看。说着，
他将更换下来的线路顺手放在一堆杂物当中，然后与船员一起走出驾驶室。申竹走后，痞老板带着自己的族人将线路重新更换回去，随后继续隐藏起来。等收完渔网后，申竹才回到驾驶室内。奇怪，我刚才放在这的线路怎么不见了？找了半天没找到后，申竹干脆放弃。算了，反正线路我已经更换完，在返回的路上渔船肯定会发生自燃。接下来我只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就行了。说到这里，他想到了林辉。林辉，这你可就不能怪我了，他们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1号渔船此时这边也已经开始收网。这是银花虾，这种虾身体半透明，活虾外壳看似粉红色，樱花虾也因此得名。这种虾好漂亮啊！这种虾不仅长得好看，还非常的好吃，而且价格也不便宜。林辉突然想到2号渔船，也不知道那边的情况怎么样，抓紧收网。剩下2张渔网也全都被收上渔船，毫无意外，依旧是满满的樱花虾。今天的还不结束，咱们返航吧。田勇驾驶着渔船缓缓掉头朝码头驶去。在回去的路上，林辉打开系统面板，这次出海基础气运增长到了2万，金币也积攒到2100。林辉关闭系统面板，很快渔船重新返回到码头。2号渔船也成功返回码头，看来2号渔船没有出现问题。接下来，船员们轻车熟路地将海货运送到运输车上。申竹面带笑容朝林辉走来：“老大，今天又是收获颇丰的一天啊！”在回来的路上，申竹已经做好了完全的准备。可奇怪的是，渔船一路上非常平静，没有任何自燃的情况。既然渔船没出问题，申竹来跟林辉汇报今日的收获。林辉意味深长道：“表现得不错，希望你以后还有表现的机会吧。”虽然现在渔船顺利返回码头，但他还无法彻底放下心中对申竹的芥蒂，必须等向痞老板询问完情况后再做决定。两人说话间，船员们已经将海货运送下船，这再次吸引渔民们的围观。天啊，这是樱花虾！林辉出海怎么每次都能收获这么多珍贵的海货？是啊，相比之下，黑藤他们就太倒霉了。这句话引起了林辉的注意。老伯，你说黑藤太倒霉了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还没听说黑藤的事吧？据说黑藤的渔船在中午的时候发生了自燃。林辉点了点头，而一旁的申竹则是有些诧异，明明是黑藤给了自己破损的线路，怎么2号渔船没事，反而是黑藤的渔船发生自燃？渔船自燃后，黑藤以及船员们跳船逃脱，他们本以为逃过一劫，可谁知道黑藤跳船的时候手臂被刮伤，血液吸引来大白鲨，就这样黑藤被大白鲨掳走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我估计凶多吉少啊！此话一出，就连林辉都有些诧异。真是恶人有恶报，黑藤能有今天的下场也是活该。一旁的申竹满脸不可思议。老伯，你确定这消息是真的？我是听那些被救回来的船员说的，还能有假？船员都没事，就是春藤失踪了，救援队已经出动，但到现在还没消息。申竹闻言陷入沉思，他现在有些后悔帮黑藤办事了。很快，2艘渔船上的海货就全都运送到运输车上。你们检查渔船，我离开一会。说完，林辉率先离开。林辉来到了跟痞老板约定的位置。痞老板，什么情况？痞老板接下来将渔船上的事情全都讲述了一遍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，那节老化的线路现在就在渔船上面，被我们放在一处角落。主人，那个申竹明明是你的人，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林辉眉头紧皱，看来申竹多半是跟黑藤串通好的，不过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有痞老板。想到这里，他看着痞老板，露出一抹笑容。这次多亏你了，等下次出海，我必须给你们带回来大量的海带与海菜。好的，主人。随后痞老板离开，林辉回头看向申竹，小声嘀咕道：“是时候跟申竹算账了。”说完，他返回渔船。此时船员们都已经完成了对渔船的检查。老大，渔船已经检查完，我们现在能够回去了吧？林辉看了他们一眼，随后开口道：“等一下，我有些事情要跟你们说。”申竹闻言心里咯噔一下，咱们这一伙人能够聚在一起就是缘分。虽然不是我给你们开工资，但出海第一天我就说过，表现好的人我会给你们发奖金。船员们都面露笑容，只有申竹脸色非常的难看。所以我不想你们当中有人对我使坏。此话一出，申竹下意识地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。我也不拐弯抹角了，申竹，你早上离开渔船的那段时间去干嘛了？我早上没吃饭，当时看你还没回来，就去买了几个包子吃。林辉嘴角微微上扬，是去见黑藤了吧？我怎么可能会去见黑藤？我跟他又不熟悉。申竹，你如果现在承认你与黑藤的那些勾当，咱们还可能继续合作下去。此话一出，其他船员开始小声议论。申竹心想，这个时候承认，那肯定会被直接开除。只要他不承认，林辉又没有证据，他跟黑藤的事也就不会被发现。林辉见状摇了摇头，走。
咱们上2号渔船。众人一起朝着2号渔船走去。在众人的目光下，林辉从角落里找到了那节老化线路。这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2号渔船上？明显是有人带上来，然后想更换到渔船上，使渔船自燃。周围人小声议论道：“这东西我之前怎么没看见？我也没看到，是谁带上渔船的？该不会真是申主吧？”申主，解释解释吧。老大，这东西你怎么证明是我带上渔船的？我是被冤枉的。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你不会以为关闭监控系统，监控就会停止运行吧？申主表情变得难看，额头上浮现出细密的汗珠。随后，林辉在控制台的屏幕上调试出监控的画面，其他船员都非常的震惊。申主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好吧，你赢了。的确是黑藤开出了很高的条件，让我这么做的，我也是为了赚钱。赚钱不是你的借口。好了，这件事我已经承认，不用你开除我，我自己走。说完，他就要离开，可林辉这时开口道：“就这么离开可没那么容易，必须给你一些惩罚才行。就惩罚你扣光这些日子的工资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”申竹愣了一下，我辛辛苦苦的干了这么多天，为什么要把我的工资扣光？你更换线路，差点导致渔船自燃，我没额外罚你钱都不错了。申竹表情难看，他知道再争执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，最后冷哼一声，扭头就走。咱们渔船上的监控系统只有关闭电源才会停止监控，之所以没告诉你们，就是怕有心之人使坏，以后任何人没特殊情况也不能关闭渔船的电源，留下来的人以后好好干，表现好有奖励。要是再出现申竹这样的情况，那也别怪我心狠。船员们全都郑重点头，优雅站在一旁也不敢出声。从明天开始，田强你去2号船担任船长，1号船暂时就我和田勇。田强诧异道：“我船长怎么不想？”田强立即点了点头，想，当然想了。说到这里，林辉的表情逐渐恢复正常，驾驶室内的气氛也舒缓了很多。好了，大家以后都好好干，等月底开工资时，我给你们单独发奖金。今天大家都回去休息吧。吃完晚饭后，林辉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坐在床上给王莹打了个电话。怎么了，林辉？这么晚打电话，什么事？林辉将申竹的事情讲述了一遍。现在申竹已经被我开除，他这次做的事非常严重，这些天的工资你就别给他开了。知道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，春藤出事后，藤山月好像彻底对春藤家失望了。我听说藤山月打算让他的弟弟藤四海管理桐溪村这边的渔船。藤四海这人怎么样？常年跟藤山月混的人能怎么样？总之，藤四海这人虽然狂妄，但还是有些脑筋的，绝不是春藤他们能比的。以后在桐溪村，你小心点他。林辉笑了笑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我就任凭藤山月出招，最后我全都让他们付出惨痛代价。对了，一会公司财务应该就会把钱打到你的账户上，还有这些天的账单，你可以核对一下。王姐的人品我相信。王莹打了个哈欠，好了，我要睡觉了，拜拜。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没一会，手机就收来了短信，打开一看，一个是8000多万日元的到账消息，换算下来就是400多万软妹币。过些日子也该去好好消费消费，买个手机或者买个房子，且挣钱就是要花，不花跟没挣有什么区别？就在幻想的时候，手机再次震动了几下，他打开手机一看，是王哥发来的短信，其中一条显示账户到账300万软妹币，第二条是海鲜超市的明细账单，还有最后一条是王哥本人发过来的。林辉在樱花国那边混得怎么样？看到这个消息，林辉眼眶一酸，自己好像还没给家人以及朋友打过电话，尝试性给王哥打了个电话。哈哈，林辉，你可算是想起给我打个电话了。怎么样，在那边过得还好吗？我这过来后一堆事，所以没来得及给你打电话，而且我在这边过得不错，王姐很照顾我。我都听小影说了，你在那边混的也是风生水起，给华旗海捕公司赚了很多钱。说起来，我还要替小影谢谢你呢。咱们之间还说什么谢啊？帮王姐就属于帮我自己，而且王姐在这边也很帮助我。随后两人聊了很多，比如海鲜超市那边的生意、刘珊珊等朋友们的情况，一直到深夜，林辉打了个哈欠。王哥，今天就聊到这里吧，等哪天有空我再给你打电话。好，在樱花国那边好好混，要是缺钱给我打电话，我虽然在那边没什么人脉，但能给你一些经济支持。林辉笑了笑，那行，王哥咱们改天再聊。挂断了电话，得知家那边的情况后，林辉非常的高兴，他越发期待功成名就。返回渔村的时候，此时田强他们已经到了。咱们上船吧，检查完渔船后就正常出海。他看向田强，继续开口：你今天是第一次以船长的身份出海，不用紧张，就跟平常一样，有什么情况及时给我打电话。田强郑重点头，随后众人分别登上各自的渔船。